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现在清晨6点半，我在明德水库旁边的水漾月明度假文旅。昨天晚上住这里，一大清早出来散步。上午明德水库这里的空气新鲜，呼吸清凉，非常的舒适。而整个水库周遭环境也非常的宁静。我们今天主要的行程就是游览明德水库周遭的一些景点。那待会吃完早餐休息一下，就要出发了。刚刚在散步的时候，突然有一点点小小的感想。既然有感想，还是把它说出来好了。我最近2次出游都是选择度假型的饭店。那有一个感想就是，台湾的度假饭店好像在平日，特别是假期过后，都非常的算是冷清吧，住宿的旅客都非常少。虽然我很喜欢这样的氛围，因为这样住起来，有时候都有那种包场的感觉。像现在一大清早，整个庭园就只有我这一名住宿旅客而已。不过当然，我还是会希望饭店是能够稍微热闹一点，这样子的话，生意好。当然，周1到周5。饭店住宿的旅客少，主要是因为大家都要上班上学，所以当然出游的人会减少。主要能够出游的大概就是一些请假休闲的人，或是更主要的就是一些退休族。所以台湾的饭店如果能够针对退休族提出一些优惠专案，就像高铁有老人票、敬老票，直接打对折，那我就很期待，因为明年3月我就满65岁了，我就可以享受。那饭店如果能够有这样的优惠的话，那或许能够鼓励更多的国民，银发族出游。那一般来讲，年纪越大，出国动力会越低，因为不管坐飞机或是长途旅行，对身体来讲都是一个负荷。那如果能够就近在国内旅游的话，那饭店又有一些优惠，针对老年人的优惠的话，那或许可以吸引更多的银发族，那选择在平日的时候来国内的一些度假型的饭店度假。当然，我这样的建议，或许有人会说是有一点点自肥的建议。不过我现在还不算是法律定义上的老年人，所以我只是为未来做打算。那当然也是同时可以造福全国的银发族，还有对饭店来讲，其实也没差，因为饭店的房间就跟飞机的座位、公车或是火车的空位一样，时间到了你就要开车。那这个车厢坐10个人或坐20个人，其实成本都一样。如果能够有一些优惠专案，让原本可以承载的服务能够多一些旅客或些住宿客进来的话，那何乐而不为呢？当然也不用担心有人会抗议说，为什么他们能够拿到这么优惠的住宿价格，而我们却要付比较高的价格？不用担心，因为他们是老人家。那每个国家、每个社会的基本文化都是尊敬老人，认为应该给老人一些福利，这是应该的。如果一个企业能够给予老人更多的优惠跟福利，那么还会赢得社会的尊敬。这是我的一点点小小的看法跟建议。对，这是我们的早餐。这是不愿上镜头的老婆。我们用完早餐了，那就在饭店庭园这边休息一下，待会就造访饭店附近的日新岛，从这边走路过去几分钟而已。我们现在就从水漾月明度假文旅的停车场这里出发，走往日新岛。
这是日新岛的售票亭，当前价，入园门票100元，是的，点心松饼不折而已哈。可以折抵饮料消费。只有火锅我要到11点。是的。入园时间上午9点到下午6点。是的。日新岛入园券，我们差不多就是5年没有造访日新岛了。1号吊桥，我们即将抵达日新岛。明德水库1号吊桥，左边是水榭楼台餐厅，我们就先绕一圈。哦，这里有一艘船，船的对面就是我们昨天住宿的水漾月明度假文旅，日新岛号 Romantic 5两栋1314。是啦。哦，不对，是5201314。我爱你一生一世。你基本都看到啊。 5两栋1314。我俩1314。我们今天是日新岛最早的一批游客，所以现在算是暂时包场日新岛。这里有一个特殊的，算是涵洞观景台，也算是防空洞观景台。哇，这里有一群公鸡。是羚羊吗？哦，我不知道什么羊哎。羊妹妹，你怎么没有背着洋娃娃？这不知道什么羊。我被我老婆误导了，这不是羊，这是鹿。老婆，你指鹿为羊。难怪我刚才在想说这是什么羊，看起来真的是蛮奇怪的羊。你名字叫做斑比吗？拜拜。哇，公鸡、母鸡集体跑到这里来了。哇，这边有休息座椅，所以夏天来如果比较炎热的时候，可以坐在这边乘凉。今天就不用了。因为整个岛都是凉爽的。2号吊桥，我们就走过去，再走回来。我们走到这边的桥头了。2号吊桥。你走在岛上，你是不知道你在湖中。餐厅旁边这里有孔雀园。哇，这不像孔雀。雉鸡吗？不是雉鸡。嗯？雉鸡不是长这个样子。是有公的跟母的。红腹锦鸡，刚刚看到那个鸡是红腹锦鸡，是濒临绝种的一种鸡。哇，只有孔雀是养在户外，可以自由活动。咖啡厅，哇，这里又有2只孔雀在水榭楼台。哦，这孔雀有开屏的迹象。如果能够拍到它开屏，那也算是值得票价了。你看它脖子那个蓝。哦，这颜色非常的漂亮哎！门票折抵近看孔雀，我觉得也不错。水榭楼台，
日新岛喝咖啡。我们现在就在这边休息喝咖啡。那我们今天上午的明德水库日新岛之旅就在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影片下方的文字资讯栏里面有本次明德水库日新岛旅行路线的 Google 地图网址连结，欢迎您点选网址，打开地图作为旅行的参考。